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发生在中国浙江，它被称为浙江第一悬案，前后历经22年才被侦破。破案过程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还得从2007年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说起。当天警方接到报警，称在嘉瑞珠宝行值班室门后有人利用高压电杀人。民警到达现场一看，发现地上多了根奇怪的电线，电线一端连在值班室的铁窗上，另一端则连在高压变电箱上。负责维护电箱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他就没见过有人会这么接待，更没见过有人敢用高压电搞恶作剧的。可民警仔细审查现场后，却认为这根本不是恶作剧，而是一起没有成功的蓄意谋杀。此人很可能想用高压电把值班室里的保安电倒，然后抢劫珠宝行的珠宝。只可惜他不知道这种接法相当于接地，同时因为短路产生的电火花被吓得仓皇逃走。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有位刑警想起了当年浙江省的一起珠宝行劫案。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5年，当时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中山东路上开了一家著名的珠宝行，名为绿洲珠宝行。在12月的一个深夜，一个蒙面人通过管道爬到珠宝行顶楼，稍作休息后，他来到1楼大厅准备洗劫珠宝。可不料刚准备开干时，就碰到了2个巡逻的保安。还没等保安反应过来，蒙面男就把2个保安干趴在地上，并用绳索将其绑在角落里，然后撬开4个装珠宝的箱子，一次性劫走11公斤珠宝，实值160万元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小渊问过长辈，他们在1992年大学毕业后，月薪只有200元，所以当时的160万放到现在相当于5000多万。临走前，蒙面人射杀了2个保安，事情传开后引起了市民的热议。很多人说劫匪武功高强，会飞檐走壁。为了破案，浙江省的精干刑侦力量几乎都曾被叫到现场协助破案。可由于当时绿洲珠宝行是开设于商场之内，商场又有很多个出入口，进出的人群繁杂错乱，所以很难锁定劫匪留下的痕迹。就拿地上的脚印来说，根本就没办法确定哪个脚印是劫匪的。唯一近距离接触过劫匪的2个保安都已经被灭口。就在警方苦苦排查痕迹时，有市民告诉警方绿洲珠宝行的电话打不通，这立即引起了警方注意，因为案发前一天电话还是通的。来到商场电话机房，走廊上一个鞋印立即引起民警的注意。比对进出电话机房的人员记录后，民警确定这个脚印属于劫匪本人。那一个脚印能查到什么呢？无非就是嫌疑人鞋子种类、大致的身体形态，以及他最可能的作案轨迹。嫌疑人作案时先爬到了珠宝行的顶层，然后沿旁边的铁梯进入到电话机房，切断保安的报警电话。到了半夜，再沿着电梯井滑到珠宝行所在楼层，趁着夜色的掩盖开始行动。而且他应该是独自作案，随身还携带着2把手枪。因为现场发现了2种子弹，一种有膛线，一种没有膛线。除了机房花花公子的脚印和子弹，现场还留下了消声器、铁撬棍、匕首、军用背包带以及一副橡胶绝缘手套。在军用背包带上印着一个很像是部队的红色印章，所以有很多群众传言这家伙肯定是部队退役的，能1打2，还敢爬电梯井。为了求证这点，警方走访了很多部门，但对比下来后排除了这种可能。在真正的行家面前，劫匪这点本事只能算是三脚猫功夫。为了进一步确定劫匪身份范围，警方又仔细审视了其他证物。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子弹的型号和当年的越南战争相符，这就奇怪了。如果说劫匪跟部队没关联，那他又是从哪里搞来的这种子弹？与此同时，警方发现那把自制匕首的材料也来源于中越和中缅边境，而这恰恰也是距离越南战场最近的地方。所以劫匪会是那一带地区的人吗？为了求证劫匪身份，调查人员千里迢迢赶到云南，可查了很久都没线索。
就这样，案件被搁置了很久，直到3年后，又一起抢劫案的发生。1998年，在浙江省绍兴市一家高档商场里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。当时一个蒙面人趁着夜色，把铁钩抛到3楼栏杆，然后利用绳索翻进3楼的珠宝行。可刚想撬珠宝柜时，被几名巡逻的保安碰了个正着。慌乱中，蒙面人射伤了保安，然后利用绳索逃离现场。同样是发生在浙江，同样是半夜抢劫盗窃珠宝行，也许这不是巧合，而是绿洲珠宝行劫匪的第2次作案。果然，现场遗留的子弹证实了这点。其实当时警方心里是非常纠结的，因为如果劫匪停止作案，那他们就没办法找到更多线索。可如果劫匪继续作案，那市民就会损失越大，警方夹在中间不好做人。但不管如何，还是需要尽快抓到嫌疑人。犯罪心理学指出，一个人的精神越是高度集中，那放松时他的戒心就会越低。对于这个劫匪，他警戒心放下的时机应该是作案离开现场后。果然，在商场附近的鲁迅小学里，民警发现了劫匪丢掉的作案工具，包括一顶悍匪头帽、消声器、撬棍、5枚自制手雷和一个自制引爆器。在引爆器上，法医提取到了一个指纹，在消声器里还发现了生产于绍兴的网照片。劫匪加网照片的目的就是为手枪销声，而当时他只在浙江生产。如此一来，警方就锁定了嫌疑人的范围，认为他大概率是浙江人或者生活在浙江的人。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警方的进展也就只有这些。第2次案发6年后的2004年正月初1，浙江省绍兴市劫案再起，案发地点是一家商店。当天凌晨2点，商店保安听到了动静，本以为是前来换班的同事，不料是劫匪。搏斗过程中，劫匪丢掉了一把手枪。对比手枪后，警方发现他属于前面2起案件的劫匪。在现场用线裤缝制的头套中，法医成功提取到了 DNA， 由此可推断劫匪出生在1970年前后，在当时是个30多岁的男人。因为那条线裤的尺码表明，他原本是给4岁到6岁的孩子穿的，再结合当时农村结婚的平均年龄，就可以算出嫌疑人的大致年龄。再细致一点，根据中国人的传统，大年30除夕都会在家与亲人团聚，而嫌疑人在大年30后半夜，也就是正月初1作案，这说明他的住所应该距离案发地点不远，很可能就住在绍兴的诸暨市。那犯下后面2起案件的会是同一人吗？谁也不敢打包票。为了确定凶手身份，警方3管齐下：其1比对 DNA， 其2排查监控，其3则是还原指纹。先说第一个 DNA 调查，在第2起案件中，法医提取到了一个男性 DNA， 而在第3起案件中，他们在现场找到的一瓶饮料上面有一个女性 DNA， 以及一个只有 Y 染色体的 DNA， 和第2起案件中的男性 Y 染色体高度相似，但这并不意味着2者就是同一人，他们也可能只是亲属关系，因为男性的染色体是 XY 染色体，而且现实中警方的 DNA 检测还包括常染色体的检测，只有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同时比对成功，才能说是用 DNA 破了案。利用 Y 染色体排查的工作虽然很辛苦，但警方还是说干就干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才将范围确定在一个徐姓家族。再说监控排查这个方向，它成功的前提是3起案件真的是同一人所为。高压电报警这事情发生在2007年，当时珠宝店周围的监控相对齐全。果然，在排查监控记录时，警方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。案发前1天，他3次徘徊在作案点附近，每次都会观察里面情况。监控中，男子有抽烟习惯，而1995年第1起案件中的起爆器外层是用烟盒包裹的，2人都有抽烟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监控中的男子身高体态与第1个案件相符，这说明前面3起案件的劫匪大概率和他有关。最后则是指纹还原。我们前文说过，警方在第2起案件的自制引爆器里，警方发现了一个指纹，但由于这个指纹发生了变形，所以当时的技术没办法还原。直到发生第3起案件时，专家采用最新的技术成功还原了指纹，并且在数据库中成功比对到了一个姓徐的男子。
刚好属于 DNA 确定的徐姓家族范围，所以凶手会是他们。毕竟从第一次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这22年期间，为了破案，警方不知开了多少次会，排查了不知多少人，警与匪的终极对决似乎即将迎来结果。在第一起案件发生22年后的2017年3月，一个男子被浙江警方押到警局，他就是涉嫌犯下3起案件的徐某。经过 DNA 比对，警方最终确认徐某就是凶手。在审讯时，徐某一直低头不语。根据徐某妻子的交代，她与丈夫相识于1998年，当时丈夫是个手持大哥大的有钱人，名下还有栋4层的楼房，但这一切都因为丈夫嗜赌成性被一夜败光，两人连结婚办酒席的钱都是借的。至于丈夫3抢珠宝行的事情，妻子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，丈夫从来没跟自己说过。利用家庭和亲人的心理攻势，徐某承认了犯罪事实，还交代了另外几桩涉案财物实值100多万的案件。这些案件加起来总额将近300多万，那个时候的300万放到今天得是多大一笔巨款。正如小渊前文说过的，1992年大学生月薪才200元，而徐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会作案，是因为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，8个是待役青年，全家人靠父亲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。有人会问，既然家里条件不好，那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孩子？小渊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去问那些长辈，他们只跟我说，就是因为穷才生这么多。言归正传，徐某在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，那时他开始意识到有钱就是爷，没钱屁都不是。第一次作案后，他利用赃款回到学校读书。到了第2年时，为了讨好女同学徐某，又开始作案，手上还染上了人命。为了躲避风头，他逃到越南，但后来因为住不惯又跑了回来，而他的手枪等工具都是在这段时间弄到的。因为身上背着许多人命，所以每次逢年过节和亲朋好友相聚时，徐某每次喝完酒后都会先回家，就害怕自己酒后吐真言。每次回到家后，看着妻子在厨房忙活的背影，徐某总是独自发呆。被捕那天，虽然他彻底放下了心理负担，但受害者的家人却要永远承受煎熬和痛苦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